3位美国籍的私生子女联名把宗庆后唯一公开承认的女儿宗馥莉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一份早在2003年就设立、总金额高达21亿美金的海外家族信托被宗馥莉转走了110万美金。你没听错呀，就是那个曾经在2003年春晚上携原配妻女亮相的不携首富宗庆后。就在同一年，他悄悄地在香港设立了一个不可撤销的家族信托，为3个没有公开身份的私生子女提前锁定了海外资产的受益权。这背后牵扯出了3个层层递进的问题：家族信托到底是怎么回事？宗庆后这笔信托是怎么设置的？合法吗？会被撤销吗？私生子到底有没有资格继承？一听信托呀，你是不是脑海里会蹦出这种话术？年化收益10%左右，风险可控。那是理财型信托，是一种金融产品。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呢，不是你在银行买的理财，而是富豪们用来隔离婚姻、规避风险、掌控财富分配的家族信托。一句话概括它的本质：穷人靠打官司维权，中产靠买保险兜底，而超级富豪们他们只做家族信托。信托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当时呢，国王出征打仗，很多贵族士兵也要上前线，生死未卜。临走前，他们会把土地、财产、老婆、孩子托付给信得过的朋友，或者是当地的教会，签一个协议，说如果我战死了，那麻烦你呢，把我的财产按照我设定好的方式分配给我的老婆和儿子。这就是信托的雏形。从那以后英国上流家族几百年来都这么干。只不过呢，到了现代社会，文件更厚了，条款更精细了，管钱的人也更专业了。到了19世纪英国贵族面临着离婚或者有不成器的浪荡子、继子私生子等等复杂的家庭结构，于是他们通过信托保护财产不外流，信托成为了他们传承控制和风险隔离的法宝。一个完整的家族信托的结构主要有3个角色。第一呢，就是委托人，也就是出钱的人。委托人设定整个信托的规则，把钱交出去。第2个角色呢，就是受托人，也就是管钱的人，他要严格按照信托合同来执行，不能随意操作。第3类人呢，就是受益人，也就是最终拿到收益的人。那宗庆后呢，2003年设立的就是这样一份不可撤销的家族信托。不可撤销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信托设立之后呢，哪怕宗老后来后悔了，哪怕原配反对，也不能随意更改。资金一旦进入了信托的架构，就不再属于委托人本人了，而是信托名下的资产。哪怕是委托人离婚了、破产了、官司缠身了，都没有办法撼动这个信托的架构。而这个利益分配的原则呢，也是委托人定的。这个条款可以非常精细化，信托律师呢会为你量身定做。那比如可以细致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规定这个受益人多少岁才能够启用信托的收益，或者说必须结了婚才能领取，或者说这个受益人必须不能吸毒、赌博、有犯罪记录不能给家族造成巨大的声誉损失，或者你规定他读不完大学就不能领，或者说他的职业生活方式必须达标都可以。有的家族信托呢还要求这个受益人必须呢要从事慈善公益才能够领奖金。所以说虽然信托宝宝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但是呢他们没有信托里面资金的使用权，也没有所有权他也没有支配权，他只能够获得按照规定的利益分配，而且呢还必须要遵守相关的这个规定才行。说到这里呢，就举个例子像李嘉欣的老公许晋亨，他住在几十亿的山顶豪宅，但是呢，他却连在墙上钉幅画都得提前审批。为什么呀？因为他住的豪宅呢是家族信托所持有的，所以他只有使用权，但是他不能决定信托里资产怎么运作，房子不能卖而宗庆后设立的那一套信托，就是用来把21亿美金从法律上提前隔离开原配，隔离开长女宗馥莉的那一部分利益。时间回到2003年，那一年宗庆后没有和原配离婚，也没有公开任何的非婚生子女，但是他同时在香港设立了一个不可撤销的家族信托，而且里面的钱呢，全部规定是给3个非婚生的私生子女的。重点来了，这种不可撤销的香港信托一旦设立成功，那就意味着第一，这笔钱已经不属于宗庆后本人了，而是转入了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第二呢，宗馥莉作为原配独生女，
原则上是没有办法触及这些资产的。第三，就算宗庆后本人后来设立遗嘱要全归长女宗馥莉，也改变不了信托的分配逻辑，因为在香港，信托是大于遗嘱的。但是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首先，2003年宗庆后还没有和原配离婚，转移资产是否侵犯了原配的权益？这些资金呢，从大陆流出境外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外汇管理的要求？还有大陆的婚姻法规定呢，婚后的财产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你设立私生子的信托是否经过了妻子的同意？妻子呢也有知情权、处分权。如果没有被通知到，那么你就可能构成私下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存在着被原配起诉撤销这笔资产的可能性。但是根据香港的信托法，契约自由，受托独立，只要你设立的过程是合规的，那就是合法的。而且在香港那些大富豪是可以隐瞒着原配去偷偷的设立一个家族信托给私生子的，原配呢是没有办法。但是这是基于香港的婚姻法和英国的婚姻法是相同的，夫妻婚后的财产也是各自独立的，只是在离婚的时候，法院会根据夫妻结婚的时间长短，是否有子女，对家庭的贡献等等酌情审判。它跟大陆的婚姻法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大陆在2021年1月1号以后呢，用民法典关于婚姻的司法解释取代了原来的婚姻法，也就是从这个时点开始，中国私生子才有了合法性。但是现在的民法典依然规定，婚后的夫妻收入呢都算是共同财产，妻子还是有知情权和追索权的。所以你看，宗庆后当年绕开原配，设立信托给私生子的这步棋，从香港信托法角度来看呢是合法的，但是从大陆婚姻法的角度看，存在着巨大的争议。而信托设立的这20年当中，已经有了实际运营，甚至有了资金划拨、收益分配等记录，要想撤销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宗馥莉有没有机会逆转这场继承劫呢？这3个私生子女又可以怎么主张自己的继承权呢？杭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诉状登上了全国的热搜，3名美国籍的私生子女联名起诉宗馥莉，要求法院确认自己是宗庆后的亲生子女，要求参与继承宗庆后的遗产，重新分配娃哈哈的股权。宗庆后都去世1年多了，他们怎么确认自己的血缘关系呢？他们提交了宗庆后生前体检医院留下的血液样本，并且通过合法的程序调取了医院的记录，交给了专业的法医机构进行鉴定。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杭州中院也发起诉讼，是因为宗馥莉继承的是娃哈哈大陆主体的股权资产，那这部分资产呢是没有被纳入信托的，而是宗庆后去世后遗留的所谓传统意义上的遗产。这3位私生子提出的核心诉求就是作为子女参与遗产的法定继承分配。目前估算呢，娃哈哈集团中国主体价值大概是200亿人民币，而这部分遗产的分配权呢，已经成为这场信托大战的第2个战场。当然，这3个私生子带给人们最震撼的时刻是私生子第一次成为了原告，在中国大陆理直气壮地状告原配的婚生女。除了 DNA 报告，这3位私生子可能还会掌握更全面的证据链，比如说宗庆后当年信托设立的文件原件，或者说资金流向的证明、出入账的记录还有宗庆后亲笔签名、授权函、海外账户安排、境外信托公司和受益人互动邮件的往来等等。这场继承的战争呢，从香港信托到大陆公司，从血缘认证到资产分拆，已经不只是亲情对垒了，而是一次完整的制度碰撞加遗产控制权的争夺。家族信托在海外发达国家历史悠久，发生争议的案件也非常多。比如霍英东去世之后曾经有一位加拿大的私生子就跳出来说我是他儿子，结果呢霍家强势否定，这个人拿出了照片、生活费的转账记录，几度惊动了香港媒体。但是呢，他最终没有能够获得继承，因为他没有提供最关键的证据，就是 DNA 的检测报告。法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总裁洛朗·埃尔佛在2011年去世，当时一位45岁的女子突然出现，说是埃尔佛在20多岁时在非洲加蓬出差期间和当地女子所生的女儿，并且要求按照法国的继承法分配遗产。他提供了 DNA 检验报告、埃尔佛和母亲的照片、信件往来，还有消费记录。那法国法院判定他是合法的继承人。在法国的法律下只要是亲生的
不论婚内外，一律是平分遗产的。那么还有好莱坞的巨星科克·道格拉斯去世之后呢，一名中年男子匿名登报，说是道格拉斯40多岁时候的私生子。他提供了一封女方的信件副本，还说呢，道格拉斯生前支付了秘密的教育信托，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办法提供 DNA 的公开比对报告，最终呢，这个案子没有走进法院，但是引爆了当时美国关于遗嘱自由和血缘权利的大讨论。还有美国的石油巨头 J. Paul Getty 创建了一个40亿美元的超级信托，那供家族成员共享利益。不过呢，到1985年，信托里的继承人不满分配不公了，要求拆分信托，并且为没有出生的后代保留权益。结果呢，法院批准把原来的信托拆成多个子信托。可是当前世代，如果有人提前获益了，那就意味着未来的孩子或许就收不到原本的份额了。那这个家族在3个州打了很多年的官司，纷争不断。美国家族 Pritzker 拥有多达1000个信托，控制着几百亿美元的资产。2002年，18岁的 Lisa 和他的弟弟 Matthew 指控家族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信托资金呢，多达10亿美元暗中抽空了，转移到其他亲戚的名下。于是呢，姐弟2人先后在3个州提起了诉讼，最终通过反复讨价还价，和家族成员达成了将近9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优秀家族信托设立的代表，比如说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搭建好了家族信托，规矩非常的清楚，后代只能分红，永远不能动本金。所以哪怕过了5、6代，家族资产还是稳稳的躺在那里，不会被败光。再看看肯尼迪家族，人家的信托条款写的特别严格，后代一旦吸毒了、乱花钱或者闹了丑闻，那么信托基金就立刻会暂停给他发钱，为的就是保住整个家族的名誉。如果你想败家，对不起，先断你的生活费。当然最厉害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了，他们在欧洲好几个国家都设了信托，还用各种交叉结构把财产藏的是密不透风。这叫什么？叫多国防火墙。你想追查、想冻结都非常难，他们能做到富而不显，几百年了，家族信托还在，钱也都在。所以真正牛的富豪家族不是看谁会赚钱，而是得看谁能守得住、传得下去。家族信托做得好，就像建了一个巨大的金库大迷宫；做不好，就是家族内斗的导火索。那么这些家族信托的结构呢，就不是为了收益赚钱了，而是让家产留给对的人，不让错的人分到1分1毫。那在亚洲，香港家族信托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熟悉的李嘉诚、许世轩、何鸿燊等等大家族，都在香港设立了庞大复杂的信托架构。刚才提到的香港许家，他们的家族信托呢，超过了400亿港币，覆盖了许家的15位子孙后代，他们每个人都是信托宝宝，每个人呢按月都能领到资金。比如说许金亨每个月能领200万港元，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真是天文数字。但是对于许公子来说呢，饿不着，但是也浪不起来。要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可是动不动就要给女明星送游艇的人，所以据说呢，现在许公子也开始研究基金、学习理财了。在中国呢，对于大多数的超级富豪来说，设立家族信托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所以也有翻车的案例。比如俏江南的创始人张兰，之前曾经在海外设立信托，把资产转移给自己的儿子汪小菲。但是问题来了，他自己是委托人加受益人加实际操控人3位一体。他还在信托架构下动用资金偿还个人的债务，甚至动用信托资产担保个人的借款。所以当时私募公司起诉的时候，法院认为他的那个信托只是一个披着信托皮的自用账户，不能认定为真正的法律信托。最终呢，信托失效，他的信托资产被强制执行了。所以说信托不是你想设就设，想改就改，一旦设而不信，托而不走，那么就会全盘崩塌。真正高阶的家族信托是反人性的、反冲动的、反贪婪的结构设计。关于宗庆后家族信托呢，现在有几个核心的灵魂问题。首先就是家族信托和遗嘱谁更优先？承诺21亿美金的信托没有打满，是不是就无效了？宗馥莉转走了110万美元，算违规吗？香港设信托真的就是避风港式的隔离资产吗？宗庆后不是2020年的时候立了遗嘱，说海外资产全部归宗馥莉了吗？那是不是就等于推翻了2003年设立的那份
家族信托呢？那在法律上呢，信托它属于一个契约安排，在香港信托法里面是优于遗嘱设立的，具有独立的优先性。只要信托是成立有效的，那遗嘱就没有办法推翻已经生效的信托。但是呢，根据公开的信息啊，现在这3个私生子女没有提供信托的书面证明，而根据香港信托法第8条，没有书面证明的信托不作数。第二个就是此前讨论过的大陆婚姻法里面，婚后财产是夫妻共有的，那他的这笔钱的来源也是非常可疑的，是婚后夫妻的共同财产吗？那么原配妻子就有权可以追索回来。如果是娃哈哈海外公司的公司账款，那么为什么会转移到宗庆后个人的私人账户？如果是宗庆后个人从国内转出去的，那么外管局是如何监管这笔资产的？这笔资产是否在国内上了税呢？第二个问题，这个私生子们的信托原定是21亿美金的，结果只打进去了18亿，算不算失效了？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钱没打满，是不是就不算信托成立？答案是不是？信托属于契约关系，只要资产实际注入了，已经启动了分配机制，即使没有满额，那也可以部分生效。第三问，宗馥莉从信托账户转出了110万美元，他有权这么做吗？这是这起信托案这边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宗馥莉说呢，这笔钱是娃哈哈集团在东南亚市场支付的设备尾款，是公司账。但是3个私生子女说，这笔钱是他们的信托资产，宗馥莉没有操作权限，转出属于擅自挪用。所以那就得看这笔钱到底归谁，是怎么来的。如果它是宗庆后生前留给私生子女的信托资产，理论上宗馥莉都动不了。如果它是公司的流动资金，那么宗馥莉有权作为法人代表处理，最终就要看这笔资金的账户属性和信托公司角色的认定。第4问了，香港设立信托是绝对的隔离风险吗？答案呢，当然不是了。虽然香港的信托制度很发达，结构灵活，但是绝不是法外之地。所有的信托账户在设立的时候，银行必须做 KYC， 就是 Know Your Clients， 知道你的客户，就是尽职调查，资金的来源必须合法合规，避免逃税、洗钱、规避资产申报。如果遭到大陆法院的调查，那么也是需要配合司法程序进行跨境追踪的。所以香港绝不是避风港。第5问，这3位美国籍的私生子女继承宗庆后的遗产要不要缴税？这个问题呢就很冷酷了。那要看这个信托是否成立。如果这18亿美元的信托资金的资产成立了，那么私生子呢就不用为信托资产去纳税。但如果它变成了遗产了，那么私生子继承的所有遗产都要按照美国的规矩全球纳税。美国有联邦层面的遗产税，还有各个州不同的遗产税，那2层加起来最高可以达到40%。哪怕他们人在中国，信托在香港，只要你是美国籍，美国的 IRS 都有权查你的账，要你交税。相反，对于宗馥莉来说呢，目前中国尚没有开始遗产税，不论他继承了几十亿还是上百亿的资产，都不用缴纳遗产税。那从刚才举的各种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家族信托并不是说你设立了就风平浪静了，特别是在跨国、跨婚姻、跨子女的信托安排当中，每一个漏洞、每一次转账、每一次身份的错位，都可能成为最后的致命破口。而就宗庆后设立的这场私生子女的信托来讲呢，最终不但会让女儿伤了心，也可能让自己苦心经营的财富小金库变成一场法律的持久战。之前呀，关于富豪的私生子们争财产、家族信托这些事儿，基本上咱们是从香港、澳门的娱乐八卦里面听说到的，但是现在已经真实的发生在大陆的企业家身上了。因为中国第一代的创业者现在正在大量的老去，而跨境资产的配置呢，也早就成了趋势。再加上现在家庭结构日益复杂，离婚率飙升，私生子的合法化，就导致我们离这类事件越来越近。真正的家族信托呢，不是用来理财的，而是用来隔离婚姻的风险、家产的传承、阻断债务诉讼的追索、精准的分配谁可以拿，谁不配拿。家族信托呢，是委托人控制权的延续，是他死后还在发号施令，是那些你看不见的隐形权力的设计者在支配着下一代人的人生轨迹。
但是这起宗庆后子女们的信托大战，不止让我们再次认识了家族信托这种资产传承的方式，它撕开的还是现今中国社会伦理底线的一道真实伤口。大家震惊的不是100亿遗产该如何分配，而是这些美国籍的私生子女居然堂而皇之的把原配的孩子告上了法庭，还理直气壮的要求分走终老的财富，这挑战了中国人对于神圣婚姻和社会伦理的底线。更深一层，让人唏嘘的是，2003年，当我们还在为春晚上那位白手起家、勤俭节约、爱妻爱女、号称年花销不超过5万人民币的民族企业家热烈鼓掌的时候，他却悄悄地在香港给私生的儿女们设立了21亿美元的信托。如今看去，这种楷模的幻灭不只伤害了大众的情绪，更是击穿了信任的根基。如果你问我怎么看，我只想说，资本家的本质或许从来就不是道德楷模。你越期待资本讲人性，他就越冷酷地教你认清现实。或许从人品上真正值得我们敬重的，恰恰是那些千千万万依然相信婚姻该负责任、规则要守底线的普通人。他们也许没有巨额财富，但他们撑起的是这个社会的秩序感和良知底线，而这才是我们中国人该守住的精神财富。财经有态度，我是素，我们下期见。